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见面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家。家这个中文字呢，非常的简单。在 HSK 第一册，大家肯定都已经学过这个字了。那只是最近我突然发现，可能每个人对于家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那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你怎么定义家这个概念呢？我有一个朋友呢，最近跟她的老公离婚了，所以呢，她就需要从他们一起住的那个大房子里面搬出来，然后重新找新的地方住。那其实她跟她的老公早就没有感情了，两个人呢只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已。平时呢也不常说话，也从来不在一起吃饭。那之前呢，他跟我说，每次回到那个房子，他只是觉得冰凉，他只是觉得冰冷。但是现在要搬出来了，他跟我说他没有家了。我就跟他说，那个不是家，那只是一个房子。你们知道家和房子的区别吗？房子呢，它是一个物体，它有门、有窗、有墙、有屋顶。但是家它不是物体，它是一种感觉。那房子再大再豪华，它也不一定会给你家的感觉。我想起我小时候和爸妈一起住在石库门的房子里面。那石库门呢，是上海一种独特的建筑。在这里我给大家放几张照片，你们可以了解一下什么是石库门。那现在石库门在上海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很多都被拆掉，建起了高楼大厦。那不过现在上海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要保护老建筑，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石库门呢被保护起来。如果你去过上海，你应该知道上海有一个挺有名的地方，叫新天地。它也算是一个旅游景点吧。那新天地呢，其实是一个商业圈，然后里面呢有很多餐厅、咖啡店，还有买衣服的地方，买各种各样东西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电影院。那其实呢，新天地它就是由石库门改建的。那由于它比较独特的那种建筑风格呢，所以就吸引了很多老外到那里去。我们也把那个地方叫老外聚集区。扯远了，刚才呢说到我跟我的爸妈小的时候跟我的爸妈住在石库门的房子里面。然后石库门的房子呢，它的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几家共用的。那跟现在的就是公寓不一样，现在的公寓呢，就是每家都有自己的厨房，有自己的洗手间，有自己的房间、客厅等等。但是以前在石库门的房子里面呢，它的厨房和卫生间都是跟其他人一起使用的。那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家的呢，也只有可能10几个平方大的一间房间。那而且呢，房间也是小小的、旧旧的，也没有什么装饰。家里的家具也非常的简单。那以前每次放学回家呢，就走进石库门的弄堂，而且是暗暗的，就是弄堂里面暗暗的。但是只要我看到我家窗口那个黄黄的灯光，我就觉得心里非常的温暖。而且我知道，就是我的脑子里面就会想象，我妈妈其实已经做好了晚饭，在家等我们吃饭了。那我觉得这样呢，才是一种家的感觉。前2天呢，看到蒋勋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去他的朋友家做客。那在去之前呢，
他就非常期待看到他朋友家的厨房，因为他朋友在他面前夸耀过很多次，说他们家厨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意大利佛罗伦萨进口的。那到了他家之后呢，他就跑去看那个厨房，确实非常的漂亮。然后里面的面包机啊，烤面包机，还有微波炉、烤箱，那些东西都是一整套的，就颜色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漂亮的浅蓝色，而且做工非常的精致。那而且呢，厨房里面的其他用具也是一应俱全，在墙上挂着各种大大小小的锅。但是那些锅都是新的，连外面的塑料薄膜都没有撕掉。他的朋友说，因为太贵了，所以呢一直不舍得用。然后蒋勋就想起他的妈妈曾经说过，厨房开火，房子里有人气，那才叫家。开火这个词呢，我们用的不多，现在我们用的真的不多。意思呢就是做饭、烧饭。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厨房里面有人做饭，然后房子里面有人，那才能被称为家。不然你房子里面的东西再贵再漂亮都不能称为家。当然房子里的那个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是随便什么人。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跟一个女生合租，我从来没有把那个公寓叫做家。我之前呢，在我的视频里面应该也有跟大家吐槽过，那个女生特别的不爱干净。那现在呢，虽然我的房子也是租的，家里的家具也非常的简单，除了有几盆植物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装饰品。但是每天呢，我给自己做饭，然后在沙发上看书冥想，地上铺一张瑜伽垫做瑜伽。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呢，让我觉得非常的自由自在、轻松惬意。我觉得每个人对于家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家不在于有多大、有多漂亮，或者里面的东西有多贵。一个可以让你觉得平静，让你觉得安心，让你觉得温暖，让你觉得放松的地方，就可以称为家。如果家里有一个可以跟你分享喜怒哀乐的人，那应该是锦上添花吧。好了，今天我对于家的理解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在你们心目当中，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欢迎在留言里告诉我。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一应俱全，所有一切都齐全，一切应该有的全有。厨房里各种调味料一应俱全。这家酒店的设施一应俱全，非常适合带孩子度假。吐槽、挖苦、抱怨、嘲讽。他忍不住跟他的朋友吐槽他的领导，因为这个领导实在太小气。不少家长吐槽，现在中国学生的作业太多了。在于，意思是取决于、决定于，指某事物的关键或决定性因素所在。人和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语言的使用。人生最大的悲哀，并不在于你得不到或者失去了什么，而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喜怒哀乐，欢喜、恼怒、悲哀、快乐，指人的各种情感。他这个人把喜怒哀乐都放在脸上。
我想找个人分享我的喜怒哀乐。锦上添花，在漂亮的锦缎上再绣上花，比喻好上加好。赞美他的人够多的了，我就不去锦上添花了。我一个人很好，爱情只是锦上添花。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不要忘记去我的 Patreon 下载今天的文本和词汇列表。当然，我在 Patreon 上面也给大家准备了其他的听力材料和阅读材料，欢迎大家的光临。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